今天做一期监控故障排查视频，给大伙看一下我们平常是怎么排查问题的。第一步，我们先检查监控的交换机，先看看监控是怎么供电的。目前市场上监控分为 PoE 供电和 DC 供电，这个要区分清楚才好排查故障。它这个什么交换器哦 ？PoE 坏了。5个啊？它 PoE 坏了一个。第一个故障找到了，它这个监控是 PoE 交换机的，它有2个 PoE 交换机，有一个 PoE 交换机完全坏了，另外一个 PoE 交换机的话，其实它有几个口可能也是坏的，所以是有2个画面。总共有多少个监控？排查完第一个监控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，就是可能其他地方还放 PoE 交换机，你不敢保证的，所以你要知道它总共有多少个监控。我们一般省事都是直接问客户，你们这边装了多少个监控？来，我们先问问他，看一下他告诉我们多少个监控。你这边总共有多少个监控啊？总共？总共有8、9个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我看了下，总共有8个。给你数一下多少条线？1条、2条、3条、4条、5条。6条、7条、8条，8条的话，再看这上面多少个监控头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对，8条线，8个监控。大伙是不是想问，为什么我们不在录像机里面看有多少个摄像头？因为我们进去看过了，它里面总共有10个。我是担心它那2个摄像头是以前遗留下来的，一直都是不存在的，所以我才这么问。好了，第3个步骤我就想知道这些监控分别都装在哪些位置，这些监控是否之前都是好的。厨房有1个。大伙记得厨房只有1个。主要是大厅到厨房那个没问题嘛，门口那个也没事哦。他又说大厅、厨房、门口都没有问题，大伙记得啊？为什么让大伙记得？其实这一段是我特别录制的，因为我们做了太多案例了，有些客户他连他自己家装了多少个监控，装在哪些位置，他都一概不知。我们以前就经常被这些客户给误导了，所以我们排查问题的时候反而更慢了，有时候是漏检查，有时候是检查不出来，所以这个是特别录制的，算是给刚入行的新手一些指导吧。好了，我现在就开始正式检查他们的那些摄像头了，大概是交换器问题，好吧？我要看那交换器吧。我跟你说，8条线，拔掉它，然后插在这边，试一下就到了吗？8条线正好8条线，给你看一下。这条是不供电的嘛？对了。这边是5条，这边3条，这条是不供电的嘛？他这种烧设备的不要乱插哦。他这个是没有供电的，浪口是没供电的。这些的话你是插电脑要插什么直接就烧了。我是领教过这种交换机了，所以他这边是交换机问题。我跟你说猫哥，把那些挪过来，看他有没有画面。我们先这样排查一下。绝对有了。一码是一码，把这条给弄上了。对，插上去，看到它亮了，看到它会不会出画面。亮，等它开启一下，看到它会不会出画面。我们全部排查一遍过，插满吧。哎，出来了，看见没？喂，猫哥，喂，不见了，出来了。你插了几个？你只插1个？有一个口不行了，它4口也坏了。就这2个交换机坏了吗？它4口就其他的我们就不管了。但是有个监控头可能是坏的，你再插其他的，一个也有坏的。我知道这台也有坏的。就这有1条也不行。又出来了，看见没？交换器，大多是交换器。有2条是坏的。
就这样排查了一遍了。这样吧，这里有亮，亮了是吧？看一下它出不出来。你这样测的话，就是至少2个摄像头有问题是吧？2条，那就等它出来。出来。出来了。那就对了。这个交换机也有点小毛病，那个交换机完全崩了，所以就导致它整个画面都没了。所以我们把那个崩的交换机的线插过来，看它有没有图像，它是有的。但是我这边又不能保证其他的线有没有坏。刚才检查的话，2条线它是不通的，不知道之前是不通的还是一直的是不通，2条不通。哪2条？你测出来不？你知道不？哪2条？你测好了就插回去了是吗？对呀。啊？这2条啊，这2条是坏的，老鼠咬线。里面有老鼠咬线。老鼠咬线？哇，还真的是，这些都老鼠咬啊。这2条已经废了，这2条。你刚才插了是吧？但是它线应该不是咬这里，就怕咬其他地方是吧？反正就是现在是有2条。排查了2个故障，第一个是交换机故障，第二就是老鼠咬线。那就明白了。那最麻烦的还是那2条线，那2个相头，就这2个是吧？这个是完全没反应了。这个还有反应，但是没信号，可能摄像头那边。好了，这边检查完了，至于维修的话再跟他们沟通一下了。我们只能这样了，回去。最后大伙还记得吗？他之前说厨房只有1个摄像头，厨房怎么还多了一个？厨房2个，对哦。厨房2个才对。厨房2个。才那边不是还显示一个厨房吗？这个是厨房的另一角，所以厨房有2个。后面他说门口那个监控是正常的，大厅那个监控也是正常的。其实后面那2个坏了监控正好是大厅的和门口这个，大伙肯定想不到吧？好了，本期到此就结束了，要记得点赞。这边这栋楼总共有1楼和2楼，无奈的是当时他们拉线的时候，1楼留了一条网线，2楼留了一条网线。1楼他们是做商铺用的，目前还空，但是2楼的话只有一条网线，插那个电视 ITV 上了。他们现在要加一个路由器，因为这条网线已经被 ITV 电视所使用了，所以他这边添加的话还是挺麻烦的。其实有3个办法解决，第一就是用那个光猫来拨号，然后加个交换机，这种办法可以满足一条线可以上网又可以看 ITV 电视。但是用猫来拨号的话，因为猫的性能不太好，所以长期考虑下去，这种是不可行的。第二的话就是用这个机顶盒来连接那个猫的 WiFi， 但是猫在外面就不用去想了。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购买那些企业设备，它既支持 WiFi 又支持 ITV， 但是这样的话成本就高了，他们这边只是想连个简单的 WiFi 而已。所以我这边还有第4种办法，就是打4星。打4星的话目前是最稳定最便宜的做法了，所以一开始的话我不推荐他拉线，也不推荐他购买任何设备，直接打4星也是可以用的。一般网线埋在墙体里面，只要没什么，它会用个10几20年都没问题的，所以4星打法是最省成本的了。我是不喜欢那些同行动不动的话就要加设备换设备，或者加个交换机然后让猫来拨号，这样的话网络是特别不好用的。我这边帮他接好信号就调试这个路由器了。其实调试这种路由器的话都比较简单，所以我就不演示了。当时我带的设备它也支持 ITV 和网络共存，但是我没有打算卖给他。
因为人家只是想单纯连个 WiFi 而已，要求并不高。不用，不用，真的，我带太多东西了，我还要去下个地方了。我放在这书包里面。我书包都放满了，不用，我拿1-2个就行了，拿那么多干嘛？还有这个火龙果。没有，火龙果拿去这个2。我就拿2个香蕉就行了。还不熟吧？当时我完全可以卖设备给他的，但是我的原则是，能尽量在原有的基础上解决，就在原有的基础上解决，不要去诱导客户去购买不需要的东西。